们这一次这个玄奘之路其实我觉得说这个纪录片关于这个题材实在非常丰富了对我来讲也产生很大的兴趣所以说我除了去看了这个玄奘之路这个6集的纪录片以外，我另外再看一个叫做《大唐西域记》的，等着探索发现的那个《大唐西游记》，当然也是上下2集那另外还有一部电影一部电影，那还有一个就是《千年菩提路》帝国的高僧玄奘法师这个也是分上下2集。所以说这个5部影片其实是非常的精彩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大爱电视台的一个《大唐西域记》，它有13集但是那个内容也不错但是就是说那个清晰度画质太差所以说我也不建议说大家去看所以说你如果把前面我提到的这5部的那个纪录片去看一看我觉得已经够丰富了够丰富了，等于说你有一点在复习，又有一点有一个这个里面有讲到的在这里补充到，所以说那个很多环节很多细节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修学，可以了解到非常的多所以说真的我们很有幸来研讨这样的一个主题对我来讲刚好与佛法相关的我本身也是相当有兴趣在涉猎从其中真的学到非常之多所以说接下来我看是不是哪一位是不是要来第2次发言？小燕、苏西或者是叶静。那我继续好了。好，你小燕就是这里面有很多我觉得很不错的地方就是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就是说这个当时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它真的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真的是就觉得说真的好特别就是说虽然我们不是那个时代的人，可是我们却能够透过这个历史的一个传承认识到这样的一个自己，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很棒。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从这中间去真的是感念说有这么多的人这个在为这样的一个佛法的传承这个奉献的整个的心力，然后甚至奋不顾身。我觉得真的是，当然这是从法的角度吧。我相信历史当中，其实有很多人都在他们自己的角色里面坚守他们的岗位，其实这些人都是可敬可佩的然后，只是说觉得说因为自己这个很幸运的，就是说竟然到了退休之后能够接触到佛法。那虽然不是很用功，可是因为我是比较不像那个很多的师兄姐这个很激进的那种去读的那种我是比较这个自由自在但是我能够去欣赏，所以有时候这个自己在这方面从这样的一个影片当中能够得到更多相关的资讯，其实我觉得那都是一个很好很潜移默化的一个对我而言是一种佛法的一个基础教育吧，就是说可以帮助我升起更强烈的信心，因为这个感觉是很不错的然后另外我就说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新来师兄很用心，其实都把一些他就是看到的这个影片当中所这个感悟到的东西这个
融合在我们的这个题纲当中哦。这里面其实你看，我觉得像那个现在其中第4个题纲，它就有提到哦，只有紫衣僧走出大漠，玄奘法师与记忆的第一个小佛呢，衣服的汉人僧侣为了面得到水的滋养哦，保住了这个继续西行的生命，感情彻底流露，表达了对生命的感激之情哦。其实那这又提到转回来哦，就是说从这样的一个情节里面，我们回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严重缺水，然后如果核电旧厂新厂又不营业，火力发电厂导致这个1度 2.5 的浓度高，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到现在看，很多看起来都是所谓的理所当然哦。这个可是呢，真的我觉得新来修正里面就是有一个这个有一段哦，这个真的是有打动到我哦。其实我有这种担心和感触哦，就是说这里面哦，现在中有写到有60余年没有战争，极度自由能够不持续嘛哦。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人哦，可能就是说应该这么说哦，就是说在我们这种5年级的哦，应该是目前的哦，在这个华人地区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而且幸运的一代。因为呢前一辈哦，从日本殖民地，然后历经的这个世界第2次大战，然后甚至说在台湾这边就是国共就是内战哦，然后甚至说还有在台湾还曾经发生过228类似的这种那种白色恐怖的时代，然后其实我们一切的一切，其实我们都没有经历过。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可以说是身处在一个所谓四海升平的这种最美好的一个时段哦。但是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美好的时代哦，是不是能够继续能够维持？其实这一点真的是很可怕的，因为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哦，是这个所谓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其实或者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这个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很用心的守护我们目前的这样子的一切，那么他就会告诉你这些东西不是你应得的，因为你没有发出没有费尽心力，没有像上一代，其实我们现在所得的都是那种上一代的这个前辈所奠定下来的。那么我们这一代所做的很多都是想拼命的把我们所有的东西呢，把下一代培育好。可是事实上，那个部分很多都已经偏向物质了哦。我们到底我们对我们生活的周遭是不是有感恩感激？我们对于所得到的这种万事万物所得到的一些成就，我们到底是不是有珍惜过它？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我们现当代的人很要反省思考的。那社会的现象呢，光怪陆离什么都有甚至你看看像这2天最流行的就是网络的霸凌，也就是说，这其实也让我很感慨啊，就是说我们呢在现代的这种时代其实好处你可以看得到的是说，很多事情呢是纸包不住火的。你想要这个黑箱作业的那一种年代已经不复可见了。但是同样的就是另外我们看到了背后所呈现的黑暗状态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培养了一群呢非常专业、公事伶俐就是只会批评的这样的一个族群，甚至这个有时候因为他们应用媒体网络的这种力量或者是媒体跟他随之起舞的这种搭配的
这样的一个事例，其实就变成一个所谓的我们好像就所谓的这种社会的险局啊，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吧。就是说，其实就像之前有那个阿帕契事件，我就说这个一架阿帕契，其实我相信国军的这个军心士气应该就是又被他打到趴了那如果有善心人士再送我们几架阿帕契的话，大概台湾的战力应该就彻底会崩盘那这么可怕的事情，其实不用别人做，我们自己就可以做得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在这一块土地上，所有的人都要认知的。我们到底就是这个土地的这些我们这些同胞这些区域，其实缺乏一个共识，就是说除了那种政治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一个那种更崇高的这种聊，或者是我们讲的这种价值观，能够带领我们继续往前的。其实这一点如果没有的话，而且我现在看不到，真的会觉得说，真的就是说就是人无远患，人无近忧必有远虑。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事情就是没有，就是现在过得很好，都没有去警觉到说世界变化的很快，我们的优势已经在的这样子的东西那么我们接下来会怎么样？即使我们存在着，我们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的？就是说，就像前阵子有看到说我们这个韩国这个同意引进台了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假的，但是就是说很多东西其实你都会去看就是说这个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个是很公平的，也就是说好不过三代，如果说你坐吃山空，你什么也不去努力的话，那么很可能呢，你只是这个慢慢的结着而已。当你把所有的这些资源都用掉的时候，那么你就等着这个堕入到一个这种就是难以自拔的这种轮回所以有时候就是觉得说，反而自己会有一种强烈的心态说，就像我上一段在提的，我们的信念是什么？然后我们看到像玄奘这样的一个这种大圣贤，或者甚至就是菩萨，就是佛的转世，我们只要学到他这样的一个精神，就是说我相信什么，我能够做些什么，我能够为这个世界做哪一些改善。我觉得如果我们有去想过这样的，有去问过自己还可以怎么做，能够改变什么，然后从各方方面面去做的话，我相信会越来越好。我也相信说我们所看到的，从媒体所看到的那一种乱象，其实只是小部分的，其实很多的那种台湾人并不是那个样子，只是说那应该要怎么样把这样的力量串联起来，那这又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很容易就被这种媒体上的这种假象让我们搞的是真的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也没有任何的目标，然后呢最后看到什么事情呢就只会批评，然后自己却一点责任都不负我觉得这个部分很可怕，所以我觉得在我自己也很幸运，刚刚讲过我有机会就是到福斯这边学广论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觉得至少我没有那么迷失，没有那么容易的跟着这一种媒体上面所播放的我们的这个世界而起舞，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幸运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透过这样的影片，其实有时候真的就是把镜对照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其实那也是一个很棒的学习啦，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棒。我觉得如果很多事情能够把我们所吸收到的这些观念反求诸己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有益的一种人生命的
的虚拟店真的很棒啊。另外就是说，顺便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也预告一下这个2015年的这个企业生命成长营呢，将在7月16号到19号在开南大学举办。那个如果大家有认识的企业界的这个朋友们呢，这个欢迎帮忙这个宣传一下，然后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活动。好，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好，那个谢谢小燕的分享啊。